近年来，朝鲜已经多次进行潜射弹道导弹试射，并都取得成功。请教一下张先生，朝鲜海军的潜艇极为有限，潜射导弹能发挥多少威慑力呢？因为它的潜艇只有这个2000吨左右都是一些小型的、中小型的一种潜艇。那么这种潜艇它要搭载像北极星1这样的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的话，也就是2枚左右同时，它的潜艇要想在日美的严密控制之下生存下来，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所以它现在只是通过试验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还不能够形成一种完整的作战体系我想这个按照朝鲜它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能力，它要发展更多更先进的这种更大型的潜艇困难也很大，所以可能朝鲜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大家看，它发射的是一个近程的一个导弹那么近程导弹它的尺寸可能会比较小它的性能还比较高，这样的话它可以以一个小型的潜艇多搭载几枚导弹能够利用它现有的这个平台的力量对日韩的基地特别是美国在日韩在第一岛链这样的基地形成有效的威慑。在1月5号，朝鲜宣布其试验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根据朝鲜方面发布的消息，这次试射利用6轴马兹547导弹车发射由火星时弹道导弹弹体改进而来的高超音速导弹。从画面来看，其构型与之前发射的火星8不同，战斗部变成了疑似安装有空气舵的双锥体滑翔战斗部，能大幅减少阻力，让导弹能在大气层内进行大幅度机动动作。分析指出，双锥体滑翔战斗部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用于高超音速飞行的气动构型。美国洛马公司为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研制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为了快点成功，就采用了双锥体滑翔体设计，最大滑翔速度可达到7马赫以上。然而，美国的 CHGB 也才处于试验阶段，朝鲜现在竟然也掌握了类似的技术，这无疑会让美军头上冒汗，十分尴尬。报道称，朝鲜这次试验检验了多种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包括高超音速滑翔飞行战斗部在多次滑翔跳跃飞行与强横向机动相结合的情况下的操纵性与稳定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战斗部分离后，在飞行区间内，从初始发射方位角向目标方位角横向机动120公里，准确命中设定为700公里外的目标。根据朝鲜自己这个声称的横向机动的距离呢，可以达到120公里左右。那么这样一个这个范围，那么超出了一般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它的这个警戒的这样的一个聚焦的范围，所以对这种高超音速导弹进行拦截变得困难，所以它的投放能力就显得特别强。朝鲜官方媒体对这次导弹试射的报道还强调了另外一个细节，确认了寒冷气候下该导弹安步化导弹燃料系统的可靠性。有分析认为，安步化燃料系统是将装有浓缩液体燃料的容器组装至发射装置使用。这种系统无需在发射现场加注燃料，可缩短导弹发射准备的时间，具有与固体燃料相同的迅速、可随时发射等优点。朝鲜这个地方呢比较寒冷，在冬天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容器进行这个装载，然后进行发射，所以呢使它在冬季进行导弹发射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它主要是液体的这个燃料。这样的话，由于它的这个导弹的发射时间接近于前天后了，那么对方要对它拦截，那么必须时刻保持戒备状态，这样的话拦截就变得困难。